因为我下楼买了一碗面就被病人匿名举报。我看着那份实名举报信没有发生，当晚我把简历投给了城里最高级的私立医院。3天后，我坐在宽敞明亮的诊室，收入翻了3倍。那位曾经将我赶出公立医院的病人哭着闯了进来，他颤抖着抓住我的衣角，那一刻他才明白什么是后悔。消毒水的味道像森骨之躯，已经焊进了我的骨头缝里。连续12个小时的高难度心脏搭桥手术，我几乎要虚脱。脱下手术服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具被抽空了骨髓的皮囊，连站立都需要耗费巨大的意志力，胃里空得发慌，一阵阵灼烧般的疼痛。我只想吃一碗热的滚烫的，能让5脏6腑都熨帖起来的东西。医院对面小巷里那家兰州拉面就成了此刻唯一的念想。临走前，我特意走到护士站，小李，我出去10分钟买个饭就回来。3床和7床的术后监护数据盯紧一点，有任何异常立刻给我打电话。我指着自己白大褂口袋里那个24小时从不关机的手机。护士小李连连点头。放心吧，林医生，您快去吧，都1天没吃东西了。我这才稍稍安心，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走出住院部大楼。晚风带着一丝凉意，吹散了些许疲惫。面馆里热气腾腾，我点了一碗牛肉面，大口吃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整个人都活了过来。可当我端着剩下的半碗汤，心满意足地回到科室时，却一头撞进了冰窖里。空气是凝固的，所有人的视线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复杂诡异，带着同情、幸灾乐祸，还有一丝恐惧。科主任王建国的办公室门开着，他坐在里面，脸色铁青的像一块猪肝。林天宇，你进来。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我的心脏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扼住了我的喉咙。走进办公室，一股浓重的烟味扑面而来。办公桌上，一份厚厚的用订书机订起来的打印纸，像一份判决书，静静地躺在那里。王建国用指节敲了敲那叠纸，你自己看。我伸手拿起，指尖触碰到纸张的瞬间，一股寒意顺着手臂爬遍全身。实名举报信举报人陈大龙，就是我今天上午查房时那个因为嫌病房空调温度高了2度，就指着护士鼻子骂了10分钟的病人。病情稳定，只是普通的冠状动脉狭窄，等待择期手术。举报内容赫然是4个刺眼的大字：擅离职守。信中用最恶毒最激烈的言辞将我描绘成一个玩忽职守、不顾病人死活的冷血医生，说我在工作时间穿着白大褂，堂而皇之的溜出医院吃喝玩乐。信的末尾还附上了几张照片，是我在面馆门口等餐时的照片，像素不高角度刁钻，把我拍得鬼鬼祟祟。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愤怒和委屈像2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我的心脏，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我为了谁？我连续工作超过36个小时，连轴转做了3台大手术，救了3条人命。我只是想在累到快要猝死的时候吃一碗热面，补充一点体力，好继续战斗。就因为这碗面，我就成了罪人。王主任，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王建国抬起眼皮，眼神冰冷又失望。林天宇，你怎么这么糊涂？现在医患关系多紧张，你不知道吗？这种时候你给人留下这种把柄。我知道你辛苦，可辛苦不是理由。病人在医院，我们就要对他们负全责。你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万一病人出了什么事，这个责任谁来负？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我的尊严上。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无比可笑。背负的责任还少吗？手术台上的生死一线，家属的殷切期盼，哪一样不比一碗面重要？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被这封荒唐的举报信全盘否定。你好好反省一下，这件事影响太恶劣了。王建国挥了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我捏着那份举报信，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纸张的边缘割得我手心生疼。我漠然地走出办公室，迎面撞上同事们探究的目光，我一言不发，径直走回自己的座位。窗外城市的霓虹灯璀璨辉煌，将整座医院大楼映照得如同白昼，可没有一束光能照进我心里。那里一片灰暗，一片冰冷。一碗面的风波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涟漪，迅速扩散。虽然院里没有公开处理，但一份内部通报批评还是悄无声息地贴在了公告栏上。心外科主治医生林天宇，工作时间擅离职守，给予通报批评，扣除当月奖金，望全体医护人员引以为戒。短短几行字，像一道耻辱的烙印，死死地刻在了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原本板上钉钉的副主任医师晋升，也被无限期搁置了。始作俑者陈大龙则在病房里愈发嚣张，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林医生，今天没出去吃面啊，千万别饿着，不然没力气给我们看病。护士给他量血压，慢了一点，他立刻拍着床板大吼：想不想干了？信不信我再去举报你们？他甚至公开要求更换主治医生，理由是信不过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医生。整个科室因为他一个人被搅得鸡犬不宁。王主任找我谈话，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希望我能顾全大局。天宇，我知道你委屈，但陈大龙这种病人就是个滚刀肉，我们惹不起。你去给他道个歉，说几句软话，把这事儿平息下去。
不然他天天这么闹，影响的是我们整个科室的声誉。我看着王主任那张息事宁人的脸，心底的寒意一层层加深。道歉？我凭什么道歉？我救死扶伤，问心无愧。就因为他无理取闹，我就要低头认错？这跟逼着一个被受害者去给施暴者道歉有什么区别？主任，我没错。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晰而坚定，王建国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还想不想在医院干了？我沉默了。是啊，我还想不想干了？我曾经以为这里是我挥洒热血实现理想的战场，我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又一条生命。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这座冰冷的建筑，可到头来换来的是什么？是一份通报批评，是一次晋升搁浅，是领导的指责，是同事的疏远，是病人的猜忌，还有那句你还想不想干了的威胁。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面红色的手术钟灯牌亮着，机器的蜂鸣声隐隐传来。那里曾经是我最熟悉最热爱的地方，可现在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流放的囚徒，被隔绝在一道无形的墙之外。我最好的朋友，同为医生的柳如烟打来电话劝我，天宇，忍一忍吧，这就是体制内，你技术那么好，别因为这点小事毁了前途。低个头又不会少块肉。是啊，低个头，可我的骨头是硬的，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挂了电话，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电脑屏幕的光映着我疲惫而麻木的脸。我回想起自己当初穿上白大褂，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下庄严宣誓的场景。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苦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圣洁和荣誉多么可笑！我的圣洁和荣誉被一碗面轻易地击得粉碎。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招聘网站，手指在键盘上悬停了很久，最终颤抖着输入了几个字：顶峰私人医院。那是我们这座城市里最顶级，也是门槛最高的私立医院。据说那里只招募各个领域的精英。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我没有犹豫，也没有不舍，只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这滩烂泥我不待了。我以为我的简历会石沉大海，毕竟我正处在职业生涯的最低谷，还背着一个擅离职守的处分。任何一家严谨的医院在做背景调查时，都会轻易发现这个污点。可我没想到，仅仅过了24小时，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了进来。电话那头的女生温和而干练。您好，是林天宇医生吗？我是顶峰私人医院人力资源部的吴青青，我收到了您的简历，非常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是否有明确的离职意向？如果有，我们想邀请您明天上午10点来顶峰医院进行一次面试。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巨大的惊喜和一丝不真实感将我紧紧包裹。林医生，您还在听吗？在的。我连忙回过神，吴总监，我明天会准时到。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夜色，第一次感觉人生似乎还有转机。第二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我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了一套许久未穿的职业套装，熨烫的笔挺的白色衬衫，剪裁合身的黑色西裤，将我略显疲惫的身形衬托得精神了许多。我对着镜子看着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没有了白大褂的束缚，镜中的男人眼神清澈，目光坚定。顶峰私人医院坐落在城市最繁华的 CBD， 不同于公立医院的拥挤和嘈杂，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安静而奢华。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薰味道，没有一丝消毒水的气味。我被前台引导至一间明亮的会议室，吴青青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大约40岁左右，穿着一身得体的米色西装，气质优雅，眼神锐利。她没有和我寒暄，开门见山：林医生，我们查阅了你的履历，非常优秀。你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过3篇论文，主导过数十例高难度的心外科手术，成功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坦白说，以你的资历，完全可以留在公立医院，拥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为什么会突然考虑我们这里？他的目光像一把手术刀，精准而犀利，仿佛要剖开我的内心。我沉默了片刻，决定实话实说。吴总监，我相信以顶峰医院的能力，应该也知道我最近在原单位遇到的一些风波。我特意加重了风波2个字。吴青青的脸上没有丝毫意外，她点了点头，示意我继续。我因为下班时间在医院附近买了一碗面，被病人举报擅离职守。我承认这件事我有处理不当的地方，没有完全规避风险，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离开的10分钟里，我做好了所有的应急预案，我的病人是绝对安全的。这件事让我对原单位的体制以及对医生的价值评判标准产生了怀疑。我不想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处理这些无谓的内耗上，我只想找一个能让我纯粹行医，能尊重医生专业价值的地方。我说得很平静，没有一丝抱怨和委屈，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吴青青静静地听着，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林医生，我们顶峰看重的从来不是医生会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会不会讨好病人。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们只看重2样东西，医术和医德。你的医术履历已经证明了，现在我想知道你的医德。如果那个举报你的病人有一天生命垂危，只有你能救他，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像一颗子弹，
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恨吗？当然恨。如果不是陈大龙，我不会蒙受这不白之冤，不会被逼到走投无路。可我是个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我的内心在激烈的交战，最终理智战胜了情绪。吴总监，我会救他，因为我是医生，他是病人，在生命面前，所有的恩怨都微不足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吴青青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欢迎你，林医生。3天后来办理入职手续，你的薪资会是原来的3倍。我走出顶峰医院的大门，正午的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但我却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明亮的一天。我掏出手机，编辑了一条辞职短信，发给了王建国，然后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再见，我的过去；你好，我的未来。踏入顶峰私人医院的第一天，我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没有拥挤的走廊，没有喧闹的病房，更没有永远也处理不完的琐碎杂事。我拥有了一间宽敞明亮的独立诊室，窗外就是 CBD 最繁华的街景。医院给我配备的医疗设备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很多仪器我以前只在医学杂志上见过。吴青青亲自带着我熟悉环境，还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干练的助理小雅。林医生，以后您的所有排班预约和非医疗类的事务都由小雅负责，您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专注于您的病人。专注这个词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在公立医院，我像一个陀螺，被各种会议报告、纠纷、人情世故抽打着，永不停歇。而在这里，我终于可以重新拾起我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纯粹。我接手的第一个病例就是一个硬骨头，一位68岁的老先生，患有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同时合并多种并发症，在多家公立医院都被判定为手术风险极高，建议保守治疗。家属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顶峰医院。我仔细研究了老先生所有的病历资料，组织了全科会诊，制定了一套大胆而周密的手术方案。手术当天，我站在了阔别已久的手术台前，无影灯下，我握着手术刀的手稳如磐石，我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晰和专注，每一个切口，每一次缝合都精准的如同教科书。这是一场长达8个小时的鏖战。当我走出手术室，宣布手术成功的那一刻，老先生的家人激动的抱头痛哭，对着我深深的鞠了一躬。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久违的被尊重和被信任的感觉，那种成就感是再高的薪水也换不来的。在这里，我的专业价值被无限放大，我不再需要为了一个床位和别的科室勾心斗角，我不再需要为了控制药占比而被迫使用效果次一等的药，我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和每一个病人、每一个家属进行耐心的沟通，我可以调用医院最好的资源，去攻克最前沿的医学难题。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月，当我看到银行卡里入账的那一长串数字时，我都会感到一种踏实的满足感。那不仅仅是钱，更是对我价值的肯定。我终于可以不用再为了房贷而焦虑，可以给父母换一个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可以在休息日心无旁骛地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开始重新规划我的职业生涯，我参加国际医学研讨会，和全球顶尖的心外科专家交流学习。我带领我的小团队开始进行一个关于新型人造心脏瓣膜的课题研究。我的脸上笑容越来越多，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和从容，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偶尔，我也会听到一些关于原单位的消息。听说我走了之后，心外科人手立刻捉襟见肘，好几个高难度的手术都因为没人能主刀而被迫转院。王主任急得焦头烂额，到处托人想把我请回去，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有一次，我在一个行业峰会上偶遇了王建国，他看到我脸上堆满了尴尬的笑容，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小林啊，林医生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当初那件事是医院对不住你。我只是淡淡一笑，礼貌地点了点头。王主任都过去了。是啊，都过去了。我不会感谢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只会感谢那个在绝境中没有放弃、勇敢转身的自己。时间一晃就是3个月，我已经在顶峰医院站稳了脚跟，凭借几例漂亮的高难度手术，在圈内小有名气，甚至有一些外地的病人慕名而来，点名要挂我的专家号。生活似乎终于走上了正轨，平静而充实。直到那天傍晚，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破了这份宁静。我刚结束一台手术，正在办公室里整理病历准备下班，手机在桌上震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着一串陌生的本地号码。我随手接起。您好。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请问是林天宇医生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总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我是林天宇，请问您是哪位？我的语气保持着职业性的礼貌和疏离，对方支支吾吾，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林医生，我有个病人病情很重很紧急，我们想预约您的门诊，求求您帮帮忙。陈先生，
我的门诊预约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如果病情紧急，建议您先去挂急诊。我公式化的回答。不行不行，我们找了很多专家，他们都说只有您有希望。林医生，求求您了，钱不是问题，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只要您肯见我们一面。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那种走投无路之下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迫切，透过听筒清晰地传递过来。我皱了皱眉，作为医生，我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听过太多的绝望哭求，但这个电话却让我心里莫名的涌起一股不安。那个沙哑又熟悉的声音，像一根小小的刺，扎在我记忆的某个角落。您把病人的基本情况和姓名发到我手机上，我看一下。最终，我还是心软了。好，谢谢您，林医生，谢谢您。对方千恩万谢地挂了电话。很快一条短信发了过来，我点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几个字：病人陈大龙，男，48岁。陈大龙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尘封的记忆。那个在病房里嚣张跋扈，对我百般刁难的男人，那封措辞恶毒，将我推入医院的举报信，那个毁了我前半生职业生涯的罪魁祸首，是他。怎么会是他？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一种混杂着震惊、愤怒、荒诞的情绪在我胸中剧烈翻腾。命运竟然开了这么一个天大的玩笑。同事小雅看我脸色不对，关切地走过来：林医生，怎么了？不舒服吗？我摇了摇头，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没事，遇到了一个有点麻烦的病人。那一晚我失眠了，电话里那个绝望的男生和记忆中陈大龙那张不可一世的脸在我脑海里不断交替出现，一种夹杂着快意的冰冷的期待在我心底悄然滋生。陈大龙，我倒要看看你究竟得了什么病，非我不可。第二天我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了诊室，我坐在办公桌后，平静地翻看着今天要接诊的病人病历，但我的眼角余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过诊室的门。上午10点，预约的病人已经全部看完，诊室外安静了下来。我知道他要来了，果然不到1分钟，诊室的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一个男人踉踉跄跄地冲了进来。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病号服，整个人瘦得脱了相，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头发也白了大半。如果不是那双眼睛里还残留着一丝熟悉的偏执和精明，我几乎认不出他。他就是陈大龙。几个月不见，他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苍老了至少10岁。曾经那个盛气凌人的中年老板，如今只剩下一副被病痛折磨得摇摇欲坠的躯壳。他看到我的那一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瞳孔因为震惊而猛烈收缩，随即那种震惊迅速被一种巨大的难以置信的恐慌和绝望所取代。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他费尽心机，托了无数关系才找到的救命稻草，竟然就是那个被他亲手赶出公立医院的我。林医生。他的嘴唇哆嗦着，发出的声音比纸还要薄。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神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可我的内心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那封举报信上的每一个字，王主任的每一次训斥，同事们的每一次白眼，那些被羞辱、被误解的日日夜夜，像电影快放一样，在我脑海中一帧帧闪过。所有的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陈大龙的腿软了，他扑通一声，毫无征兆地跪倒在了我的面前。这个曾经用一封信就差点毁掉我一切的男人，此刻像一条丧家之犬跪在我的脚下。林医生，我错了。他涕泗横流，声音哽咽得不成样子。我当初是鬼迷了心窍，我是混蛋，我不该举报你。一边说一边哆哆嗦嗦的从怀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病历。求求你救救我，只有您能救我了。我垂下眼帘，目光落在他递过来的病历上，诊断那一栏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扩张型心肌病晚期。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心脏病，晚期的患者心脏会像一个吹大了的气球，失去收缩能力，随时可能因为心力衰竭而猝死。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心脏移植，但在等到合适的供体之前，需要有极其高超的外科技术，为患者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呼吸性手术来维持生命。这种手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整个城市敢做且能做好的医生不超过3个，而我恰好是其中技术最好的那一个，真是天道好轮回。陈大龙见我久久不语，更加慌了。他甚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空白支票和一支笔，颤抖着递到我面前。林医生，只要您肯救我，多少钱您随便填，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了。他说着，真的把头重重地磕在了冰冷的地砖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我看着他卑微到尘埃里的样子，心里没有一丝怜悯，只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快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深吸一口气，用我这辈子最冰冷最平静的语气缓缓开口：陈先生，请起来说话，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我的冷漠显然超出了陈大龙的预料，
他抬起头，满是泪痕的脸上写满了错愕和恐惧。他可能以为他这样放下身段痛哭流涕的忏悔，我至少会给他一点回应，哪怕是几句嘲讽也好。可我没有，我只是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公事公办。把你的所有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都拿过来，然后去办理住院手续。说完，我不再看他，低头开始在电脑上敲打着什么。陈大龙愣在原地，不知所措。他旁边的家属，一个看起来是他妻子的中年女人，连忙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对我点头哈腰。谢谢林医生，谢谢林医生，我们马上去办。他们走了出去，诊室里又恢复了安静。我看着电脑屏幕上自己刚刚打下的那一行字：新入院病人陈大龙。我的手指停在键盘上，久久没有落下。接下来的几天，陈大龙成了我手下一个普通的病人。我仔细研究了他的所有病历，他的病情比我想象的还要棘手，心功能极差，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手术的窗口期非常短。我组织了科室会诊，在会议上，我详细分析了陈大龙的病情，提出了几种可行的手术方案，以及每种方案的风险评估。整个过程，我只字未提我和他之间的过往。在我的同事眼里，他只是一个病情危重、需要紧急手术的病人。其他的医生在看了陈大龙的资料后，也都纷纷摇头，认为手术风险太高，成功率不足30%。林主任，这个病人情况太差了，几乎没有手术的价值了。是啊，万一死在手术台上，家属闹起来，对我们医院的名声影响也不好。我听着他们的议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陈大龙住院后，彻底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他像一个等待审判的死囚，每天都活在惶恐和煎熬之中。他的家人每天都守在我的诊室门口，提着各种贵重的礼品，想要求我收下，希望能得到我一句肯定的答复，全都被我让助理小雅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他们甚至想通过吴青青来向我施压。吴青青把我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我：那个陈大龙，你打算怎么办？我看着他平静地回答：吴总监，您当初面试我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您问我如果举报我的病人生命垂危，我会不会救他？我的答案现在依然一样。吴青青点了点头，眼神里带着一丝赞许。林天宇，我果然没有看错你，院方尊重你的任何决定，你需要任何支持随时告诉我。我每天查房都会经过陈大龙的病房，我只是例行公事的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记录下各项数据，然后转身就走。多一个字，多一个眼神都没用。他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的眼神，从最初的恳求到后来的绝望，再到最后的麻木。我知道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病痛更让他难以忍受。他一定在想，我是不是在故意报复他，在故意拖延时间，想让他在绝望中死去。没错，我就是故意的。我要让他把他曾经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加倍的品尝一遍。我要让他明白，他当初随手写下的那封举报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我的脑海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他是罪有应得，你没有错；另一个说你是个医生，不能见死不救。我被这种矛盾的情绪反复撕扯着，痛苦不堪。但我知道，我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一个既能对得起我的职业，又能对得起我曾经受过的委屈的选择。又过了2天，陈大龙的情况急转直下，他出现了急性心力衰竭的症状，被紧急送进了 ICU。 我接到电话赶到 ICU 的时候，他浑身插满了管子，带着呼吸机，生命体征极其微弱。监护仪上，他的心率像一条即将拉直的线，微弱地跳动着。他可能撑不过今晚了，手术是唯一的希望，但现在做手术无异于一场豪赌，赢了他能多活一段时间，输了他会立刻死在手术台上。陈大龙的妻子跪在 ICU 门口，哭得撕心裂肺，死死抓着我的白大褂不让我走。林医生，求求你救救他吧！我知道我们以前对不起您，我们给您偿命都行，我可在的。只要您能救他，下辈子我给您当牛做马。我看着他，又看了看监护室里那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男人。我回想起自己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那个下午，阳光很好，我的心情和每一个即将成为医生的年轻人一样，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皆奴隶。我之唯一目的，在为病家谋幸福。我曾经以为我可以做到，可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陈大龙这个曾经把我视为仇敌，恨不得置我于死地的人，现在却把他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到了我的手上。这是多么巨大的讽刺！我如果拒绝手术，没有人会指责我，因为他的情况确实不符合手术指征，风险太高。我甚至可以找到1万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来为我的见死不救开脱。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我如果救了他，我又该如何面对
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难道就因为我是医生，我就必须无条件的原谅一个曾经狠狠伤害过我的人吗？那晚我在医院的顶楼天台站了很久，城市的夜景璀璨夺目，可我的心却是一片荒芜。我给我的导师，一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打了一个电话，我把整件事情原本的告诉了他。电话那头，老师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地说了一句话：天宇，医生的手术刀是用来治病，不是用来复仇的。你救他不是为了原谅他，而是为了坚守你作为医生的底线。如果你因为仇恨而放弃了一个生命，那你和那个因为私怨而举报你的陈大龙又有什么区别？老师的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脑海中炸响。是啊，我和他有什么区别？我一直以为我的冷处理是在惩罚他，可到头来被困住的却是我自己。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几乎忘了我学医的初心。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挂了电话，我直接去了 ICU。 我对守在门口的陈大龙妻子说：去签手术同意书，马上准备手术。女人愣住了，随即爆发出巨大的哭声，不停地对我磕头。我走进 ICU， 来到陈大龙的病床前，他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但似乎还能感知到我的到来。他的眼角滑落一滴浑浊的泪水，我俯下身，在他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平静地说：陈先生，你的手术我接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我救你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你，而是因为我是个医生。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手术室里空气紧张的几乎要凝固，所有的监护仪器都在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陈大龙的心脏已经脆弱得像一个熟透的柿子，稍有不慎就会彻底崩溃。我站在主刀的位置上，大脑却异常冷静。我的眼里没有陈大龙，没有那些恩怨情仇，只有一个濒临衰竭的器官和一条等待被拯救的生命。肾上腺素1毫克静推，准备体外循环。是。血压还在掉。林主任，病人出现实报了。助手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没有抬头，目光死死地盯着手术区域。除串120叫准备，充电完毕。随着砰的一声闷响，陈大龙的身体猛地弹了一下，心电图上那条杂乱无章的曲线终于恢复了微弱但有规律的跳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这仅仅只是开始。手术的难度远超我的预期，他的心脏组织因为长期缺血已经变得非常脆弱，每一次缝合都像是在豆腐上绣花，必须小心翼翼。术中突发状况接二连三，大出血、肺部感染、急性肾衰，每一个都足以致命。我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沉着冷静地指挥着整个手术团队，下达着一个又一个精准的指令。汗水湿透了我的手术服，顺着我的额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但我握着手术刀的手却始终稳如磐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手术室外的时钟从黑夜走到了黎明。当最后一针缝合完成，当陈大龙的心脏在我的注视下重新开始有力的跳动时，我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我靠在手术台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整整13个小时，我把他从鬼门关硬生生地拽了回来。我走出手术室，刺眼的晨光让我有些恍惚。陈大龙的家属像一群惊弓之鸟，立刻围了上来。林医生，怎么样了？我摘下口罩，露出一张疲惫至极的脸。手术很成功，接下来就要看他自己的恢复情况了。话音刚落，陈大龙的妻子扑通一声又跪在了地上。这一次他不是求我，而是感谢我。他拉着我的手，哭得泣不成声，嘴里反复说着谢谢您，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没有扶他，也没有说话，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我没有胜利的喜悦，也没有复仇的快感，我的心里一片空茫。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陈大龙之间两清了。他欠我的，用他的命还了；我欠我自己的，用这场手术也还了。陈大龙的恢复比预想的要好。他在 ICU 待了3天，就转回了普通病房。术后第一次查房，我推开门进去的时候，他正挣扎着想要坐起来。看到我，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一丝深深的敬畏。林医生，他开口声音依然沙哑，但比之前有力了许多。我点了点头，公事公办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检查他的伤口。整个过程，他都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小心翼翼地配合着，不敢有丝毫怠慢。查完房，我正准备离开。林医生，您能等一下吗？他叫住了我，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我想跟您说声对不起。他的眼圈红了。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前就是个混蛋，自私自利，总觉得全世界都该围着我转。我生病了，就觉得医生护士都该把我当成祖宗一样供着，有一点不顺心就觉得是你们的错。那天举报您，其实我就是心里不平衡。我看您那么年轻就已经是主治医生了，
还被那么多人尊敬，我嫉妒。再加上那天我公司里出了点事儿，心情不好，就把气都撒在了您身上。他说得很慢很艰难，似乎每一个字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这次生病躺在 ICU， 我才明白，在生死面前，那些钱啊、面子啊，全都是狗屁。是您把我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您不计前嫌救了我这个混蛋的命，您的医德让我无地自容。他甚至坦白，他住院后曾经托关系想找别的专家给他做手术，但所有人都因为风险太高，委婉地拒绝了他。只有我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我静静地听着，内心没有太大的波澜。一个人的忏悔，如果是在死亡的威胁下才做出的，那他的真诚度就要大打折扣。但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悔意，不像是装出来的。或许这一次的劫后余生真的让他脱胎换骨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病，配合治疗。说完，我转身离开了病房。我以为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可我没想到陈大龙还给了我一个惊喜。出院前一天，他托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信封里不是支票，也不是感谢信，而是一份情况说明的复印件，是他亲手写的，并且已经递交给了我原单位，是医院的纪检委。信里他详细的陈述了当初举报我的全部过程，承认是自己因为个人情绪恶意夸大事实，对我进行诬告陷害。他还请求医院撤销对我的通报批评，恢复我的名誉。信的最后，他说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求得我的原谅，只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看着那份情况说明，我沉默了很久。我不得不承认，陈大龙确实变了，他不再是那个只考虑自己的自私鬼，他开始学会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了。陈大龙的这封悔过书在市医院掀起了轩然大波。本来医院方面是想把这件事压下去的，毕竟承认自己当初处理不当，无异于自扇耳光。但陈大龙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媒体记者，他对着镜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当初自己如何诬告我，以及后来我是如何不计前嫌救了他一命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讲了一遍。这一下彻底炸了锅。新闻一出来，舆论哗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市医院。如此优秀的医生就因为一碗面被逼走，医院的管理层是干什么吃的？典型的官僚主义，不问青红皂白，只会息事宁人。请市医院给林天宇医生一个道歉，还他一个公道。网络上群情激愤，市医院的电话几乎要被打爆了。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医院方面不得不重新调查此事。最终他们发布了一份公开的澄清公告，公告里承认了当初对我的处理决定存在不当之处，撤销了对我的通报批评，恢复了我的所有名誉。公告的最后还表达了对我的流失感到万分惋惜和遗憾，并欢迎我随时回家。王建国也因为在此事中处理失当，被免去了科主任的职务。看到新闻的那天，我正在参加一个国际医学论坛，我昔日的同事同学纷纷给我发来信息，向我表示祝贺。天宇，你太牛了，真是大快人心，早就看王建国不顺眼了，这次总算遭报应了。天宇，我们都以你为荣。我看着这些信息，只是淡淡的笑了笑。我已经不需要用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论坛上，我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了一场关于新时代医患关系的构建的演讲。我没有提陈大龙，也没有提那碗面，我只是说，医生和病人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我们需要更多的信任，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沟通。我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喝彩。那一天，我站在聚光灯下，看着台下无数双充满敬意的眼睛，我的心里前所未有的平和坚定。这件事也让我在顶峰医院的地位愈发稳固。我被破格提拔为心外科的行政主任，开始拥有自己的医疗团队，去挑战更多医学上的不可能。我的诊室依然门庭若市，来找我的病人不仅相信我的医术，更相信我的医德。他们知道，坐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男医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几年后，我已经是顶峰医院的副院长了，但我依然坚持每周至少上2台手术，守在临床一线，因为我知道那里才是我作为一名医生的根。在我的推动下，医院成立了一个专项的慈善基金，专门用于资助那些看不起病的贫困心脏病患者。基金会的第一个志愿者就是陈大龙，他康复得很好，身体甚至比生病前还要硬朗。他把自己的公司交给了儿子打理，自己则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基金会的公益事业中。他经常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劝导那些对医生抱有偏见的病人和家属。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一定要相信医生，他们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亲人之外最希望患者活下去的人。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感激。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了旧日的恩怨，
有一种超越了普通医患关系、特殊的默契和情谊。他不再叫我林医生，而是和别人一样尊称我一声林院，而我也早已不再把他当成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而是一个获得了新生的、值得尊敬的伙伴。有一次基金会搞活动，我们一起站在医院的顶楼，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城市，他忽然感慨地说：林院，有时候我真觉得那场病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如果不是那场病，我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混蛋。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因为一碗面而被举报的夜晚，那时的我委屈、愤怒、绝望，感觉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可现在回头看，那又何尝不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机？它让我看清了人性的复杂，也让我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平台。它让我明白，人生的每一次挫折都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夕阳的余晖洒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我看着远处城市璀璨的灯火，一盏盏亮起，如同繁星。我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无数个角落里，还有无数颗脆弱的心脏在等待着被守护，而我会一直在这里，用我手中的手术刀，用我毕生的所学，去守护每一个跳动的生命，去捍卫医者仁心的那份荣耀。这条路很长很远，但我会一直走下去，永不止步。